14.1 版本设计师对云顶之弈进行了巨量的更新，此次更新主要围绕3个关键点展开。首先是解决低费阵容缺位的问题，设计师放开了1、2、3费卡的天选限制，同时增强了部分低费卡的数值。其次是调整羁绊强度，为缓解一些高羁绊玩法有名无实的尴尬，此次更新开放了金铲铲、漫游训练师等传送门，达成彩色羁绊不再遥不可及。最后是平衡装备强度，设计师加强了由大棒和魔抗合成的神装，使得它们具有与物理系装备抗衡的实力。下面我将对新版本中对现有环境产生明显影响的值得关注的改动进行罗列并分析，同时给出我就这些信息所判断出的新版本阵容推荐。更新后数据网站可能还得跑2天，到时候环境逐步趋于稳定之后我们再进行梳理。来看改动，天选规则调整，如果你拥有4张以上同一4费卡或者3张以上同一5费卡，则不会再出现该一子天选。更新后的314费追法，要么正常攒9张追3，难度很高，要么有4张非天选一子的基础，不拿第5张，只拿天选凑齐7张，而后收手手动狙出最后2张。这种需要卖天选追3星的方法风险很大。二是删除了1到3费卡场上数量超牌库总数一半，则不会刷新该一子天选的机制。这种改动的好处是不会再有低费卡胡牌，但天选被同行先拿到，从而导致刷不出天选崩盘的破防局出现了。但同时也导致强势低费卡很难没有同行，率先拿到天选的优势不再是决定性的了。3是对连胜连败系统的改动，原先获取奖励只需要至少2连胜连败，现在需要至少3回合起，且5连胜连败的奖励现在改到6回合才给，并且如果因为对空或者加时等情况导致平局，那么双方都会扣血并重置连胜连败计数。这种改动导致非精致连败的收益被大幅削弱，游戏早期胜负关系对于整体经济不再产生重大影响。第5是传送门新增了一些转职获取渠道，比如开局给个金铲铲的城邦，或者给一个带3转职的训练甲人，这些城邦或将让部分高羁绊阵容成为常见玩法。羁绊方面改动较大的主要是电5 emo 和真伤，5电5的频率由减2秒改成了减1秒，和4电5一致。改动后的5电5仅比4电5增加了1点伤害，高电5贾克斯直接入土。emo 羁绊大加强，减蓝耗和法力回复的效果变得夸张，真实伤害转职不再提供闪电扎成效果的10%额外真实伤害，待转真伤阵容的强度可以下来一点了。对于单卡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有对奥拉夫天使巴德的 buff， 对女枪铁皮露露的伤害加强，以及对4费卡扎克、死格、弗耶格和卡牌的加强。装备方面，如开始所说，有一批由大棒和魔抗合成的装备获得了合理的调整，以后烂大棒和魔抗的局会少一些了。基于已知的信息，结合我自己和其他高手的判断，我推荐在更新后玩这些阵容。由于经济系统有改动，导致很难判断接下来会是低费内卷还是一起摆烂发育玩高费，所以这里做了2手准备。如果更新后是高费的环境，那么星之钢阵容、卡牌阵容以及高5杀阵容将是版本答案。而如果大家是在3件的开始发力，主打一个2、3费节奏的话，那么除了老牌的瑞文、永恩、乡村裁决，回调的女枪肯定实力是够的。此外，受益于版本加强，赌露露、赌巴德和卡莎以及赌天使值得一试。接下来我会挨个介绍这些阵容。首先是星之钢，看图里的4个圆角长方形框框，分为了战士区、射手区、坦克区还有星之钢。首先要明确，星之钢不是赌 EZ， 而是和超粉一样是包容度极高的平台，所以要玩好钢就要来者不拒。不论是传统前后排，还是双射手，还是新的带战士拼法，都要会且能运用。关于战士钢的具体公式可以去看我上期视频。如果你的经济能够达到上8人口，并且留有30级以上金币搜牌，那么该回合就是你的启动回合，一般将它控制在4-1到4-5之间。这个启动节点越靠后，那么比同行抢先一步搜到EZ的概率就越低。尽早判断你的经济是否好于同行，有机会抢先地牌。如果能够率先上8，那么你的装备尽量往射手区合；如果不能，那么装备往战士区靠拢。如果肉装一出，那么考虑做一个2星4费前排，往传统的前后排倾斜。一般而言，战士、射手通用且刚需一把破甲弓。除此之外，射手更偏好启动装，战士更需要生存装。前后排通用且优秀的输出装是无尽，整体阵容的构筑可以是射手区乘1加战士区乘1，也可以是战士区乘2，也可以是坦克区乘1加射手区乘1或者乘2，也可以是坦克区乘1加射手区乘1。简单来说，在有射手区的情况下，坦克和战士只能要一边。强化符文至少要有2个战力，第3个可以拿经济或者装备类的。出装逻辑是先保一把破甲弓，有吸血装就往战士靠，有启动装就优先考虑射手，前排装多就做前后排。第2套老朋友扑克牌，
卡牌的理解从3 Disc Flex 再次回归到传统的构筑，拼战士有更好的新之钢平台，而卡牌自成一套高性价比的完整体系，并有不俗的强度。迪斯科拼战士的体系就显得华而不实了。在 14.1 版本，崔斯特技能发送额外卡牌所需要的额外攻速由 40% 降低到了 20%， 这使得他的推荐出装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原先的红大天使科技枪转变为启动装青龙刀必备，面板装从帽子、羊刀、大天使中选一个。如果海克斯有回复手段，那么输出最高的组合就是青龙刀、帽子加羊刀。这是化学必修2新跑出来的数据。第3套是高五杀，这套其实在更新前就很有实力了，王者局经常看到他拿老二。这次五杀核心卡几乎全员加强，装备多的局优先考虑，因为这套很多单位都能吃装备，有一个五杀转加五杀天选时优先考虑开7五杀。超粉到后期可拆，阿卡丽的这个位置也并不固定，尤其是有转职时，它可以是五杀凯隐，甚至是五杀转杰、波比等单位。优先满足佛耶哥的神装，4叶段有2星佛耶哥带装备即有所显能力。白人口的上限是追3星铁皮和3星佛耶哥或者死哥，如果带的是阿卡丽，有个小的辩证就是尼可换凯南，把阿卡丽变成真实伤害形态，成为一个更可靠的突破前排战士。低费阵容的老几样，巴比特、刀锋瑞文、高音浪永恩、爵士大腕女枪以及乡村沙弥拉。当然，沙弥拉也可以是4护卫4裁决或者2护卫6裁决。这几套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就简单贴个图一笔带过。赌露露这套其实很多群友更新前就在玩了，我问他们怎么看这次的加强，泡芙的评价是无敌，露露的出装一个金给启动就行了。赌巴德和卡莎这一套是雅哥在玩，这个版本巴德和卡莎双双加强，值得一试。另外，巴德超粉给头盔，一般自己要出个蓝，第3件可以是帽子，也可以是鬼书。加强后的鬼书不比红 buff 差。赌天使，上个版本我就经常用天使过3阶段了，过渡时就觉得很有实力。这次加强伤害，能 C 的可能性变高了不少。希望之前听说的羊刀蝶的攻速可能会归零的 bug 已经被修复了吧。双羊刀的第3件比较看好科技枪，当然大数据说鬼书和帽子也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